战场上，狗狗好像察觉到了什么，它停下脚步，示意主人不要靠近。看士兵们暂时没有危险，勇敢的狗狗继续向前。可是下一秒，意外发生了。 士兵们纷纷后退，唯独主人担心狗狗安危，风里一样冲进尘埃里。他顶着枪林弹雨，大声呼唤着狗狗的名字，而战友泰勒却躲在一旁，没有上前帮忙。等敌人落荒而逃，泰勒姗姗来迟。他看到主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可这时狗狗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对着泰勒龇牙咧嘴。然而泰勒并没有乘胜追击，反而掏出手枪对准狗狗。幸好其他士兵来得及时，制止了他奇怪的举动。葬礼上，狗狗挣脱绳索扑向棺材，他悲伤地呜咽着，不相信主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自己。狗狗绝望地扑倒在地上，目光哀伤。 充满了自责和不舍。葬礼结束后，或许是不想离开主人，狗狗变得十分暴躁。它撕咬绳索，不停地挣扎，连经验最丰富的训犬师也拿它没有办法。然而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躁动不安的狗狗闻到小帅的味道，竟然很快就平静下来。它好奇地望着小帅，连出门的时候也是3步一抬头，生怕小帅不见了。不过，狗狗虽然不想离开，可它却无法左右自己以后的命运。士兵把它关进特制的铁笼，准备带回军营。透过笼子，狗狗望着小帅，眼神复杂。小帅回到家，偷偷溜进哥哥的房间，这里摆满了他们一家的合照。可是，照片里的哥哥再也不会回来了。 不料，就在小帅沉浸在悲伤之中无法自拔时，部队那边又一次传来了坏消息。一家人火急火燎地赶到军营，发现狗狗被关在铁笼里，无精打采地睡在地上。然而，当军官把手伸过去时，狗狗却突然暴走，差点咬断他的手。军官很无奈，狗狗实在是太忠诚了。主人死后，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，并且性格暴躁，见人就咬，无法继续在部队服役。对于这样的狗狗，只有一个下场。可是还没等他说完，小帅就坦然地走上前，狗狗看到他，立刻就安静下来。军官愣住了。不仅如此，小帅又拿出狗狗最爱的玩具，一挥手。 狗狗就听话地坐下，军官看呆了，只能同意让他们把狗狗带走。回到家，父亲怕狗狗伤人，坚决要把它拴在外面。小帅也不想让狗狗进屋，他其实不太喜欢狗狗，把它带回家只是为了让老妈高兴。然而到了晚上，孤单的狗狗凄厉地嚎叫起来，吵得街坊四邻无法入睡。老爸一声怒吼，叫小帅去看看。小帅憋着气来到狗狗身边，果然他刚坐下，狗狗就安静了许多。小帅无奈地说：“闹吧，我看着你闹，等你睡着我再走。”不料没过一会儿，小帅自己就先睡着了。狗狗悄悄爬到他身边，默默地守护着他，一直到了天亮。第二天，小美来到家里，教小帅怎么训练狗狗。有了正确的方法，狗狗变得听话许多，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小帅的命令。更厉害的还在后面。小美解开绳索，狗狗居然没有逃走，反而寸步不离地跟在小帅身边。这通操作把老妈震惊的不行。作为感谢，非要留小美在家吃晚饭。然而晚饭刚开始，家里就来了个不速之客。哥哥的战友泰勒因为负伤提前退役，手捧鲜花前来探望。小帅的父母很高兴，老妈一高兴，非要让狗狗也见见他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已经变得温顺的狗狗刚看到泰勒，就像疯了一样，撕心裂肺地咆哮起来。